其实在当初三阳里面不是没有明白人，杨瑶就曾经专门上书反对武帝继续纳杨芷为皇后。他说，纵观古今一族出二后的案例当中，就没有能够平稳着陆的。倘若杨芷真的封了皇后，我们杨家的命运也就该灭门了。没有积淀而富贵滔天，不加收敛堂而皇之，不知道天下侧目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吗？杨瑶还壮起胆子跟武帝司马炎要了一份保障，说如果武帝坚持要立杨芷为皇后，那就请您给我专门下一道诏书，盖上大印，倘若以后真的有灭门之罪，你在诏书里面赦免我先。杨瑶的弟弟杨继是当年武帝司马炎身旁的贴身武官，看到自己家族逐渐权势盛满，也有点害怕，于是带上家里的亲戚一大帮人一起劝诫杨俊，让他低调一点，收敛一点。结果杨俊真的把自己当成国丈爷了，吆五喝六的把杨继呵斥一顿，轰出首都，外放河东，把杨瑶免官，以示惩戒。自从武帝续了杨芷为皇后之后，整个杨家只有杨俊一个人是乐开了花，走路都恨不得飘到天上去。又是篡改遗诏，又是都督中外诸军，又是外放东王，结果呢？能跟贾南风比划一个回合吗？顺便说一句，杨俊现在的治所，也就是办公生活区，是当年曹爽的宅邸。40年前，司马懿老前辈就是在这儿把曹爽给忽悠瘸了。如今司马氏的媳妇儿又在这里把另一个权臣给忽悠瘸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呀！政变结束了，歪七杨氏被连根拔起，首都权力易主，年轻的楚王司马玮似乎成了洛阳城里的新一任主人。但是贾南风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王爷站在权力顶峰呼风唤雨吗？很快诛杀杨俊之后，恢复平稳的政治格局再次被打破。皇帝司马衷下诏，当然应该是贾南风下诏，征司马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加魏冠录尚书事共同辅政。至于司马玮，对不起，政治上没什么进步。贾南风仅仅通过了人事调动，就把司马玮诛杀杨俊之后的权力果实给轻松窃取了。而司马亮也迅速出手，开始排挤司马玮。实在因为司马玮年少轻狂，刚愎好杀，司马亮对这个毛头孩子很是忌惮，于是用当年杨俊对付他的那一招对付司马玮，要求各个诸王离开首都，返回自己的封国，实际上就是想夺了司马玮在首都的兵权。司马亮的这一提议获得了老政治家魏冠的同意，司马玮由此心下大恨。可以说司马亮、魏冠调动司马玮出阵治国事件，让他们的矛盾逐渐走向白热化。矛盾的总爆发在于两个小干事，司马玮的两个下级公孙弘、齐胜，因为纪律问题被魏冠抓了把柄，魏冠准备把这俩人下狱，而公孙弘、齐胜为了求自保，开始鱼死网破，绕过司马玮跑到皇后贾南风那里，检举揭发司马亮、魏冠有篡权行为。贾南风一听，哟呵，机会来了，于是以皇帝名义下诏，令司马玮统一指挥禁军36军，废除司马亮和魏冠二公。司马玮接到命令的时候也有点懵，还想问问上级领导贾南风到底什么意思，但传旨的黄门太监要求他快点行动。禁军大军在司马玮的命令下很快包围了二公的宅邸。魏冠的参谋集团发觉了问题，说像您这个级别的干部，如果要处理也会有一套标准流程，不会上来直接就抓人，我们怀疑是有人搅扰，先不要出去。可是魏冠自以为无事，没听参谋们的意见，结果出门后当场被杀，子孙9人同时被杀。司马亮那边呢，他的手下军官李隆也发现了不对劲儿，同样劝司马亮准备抵抗一下，同样司马亮也没听。等到禁军翻墙进入府中，司马亮大呼，如果要抓我，我不抵抗，但是我要看到抓我的文件。结果禁军没搭理他，直接给他从府中提溜走了。尽管已经兵变，但是司马亮毕竟是德高望重的皇室宗师，大司马、录尚书事、辅政大臣，负责抓人的禁军一线首长始终下不了杀人的决心，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中午。当时天气太热，司马亮身体扛不住了，坐在兵车旁边，禁军方面还派人给他扇扇子。但是司马玮或许是为了保证完成贾南风交代的任务，也或许是为了斩草除根，于是冲着禁军大喊，杀司马亮者赏布1000匹。于是禁军一拥而上，司马亮死于乱刀之下，尸身不全，被扔到北门的墙根下。前面引发此次矛盾爆发的齐胜继续建议说，
楚王可以趁机杀入皇宫，顺势斩杀贾家方面的人，争取再进一步。司马玮犹豫了，他还在盘算着带兵进攻的风险，但是贾南风已经开始行动了。年轻的楚王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了一夜，天一亮，殿中将军王公奉命扛着一面大旗，邹于藩到了楚王司马玮的治所，并且对着各级干部将士宣布了司马玮的罪行。楚王矫诏，皇帝从来没有要诛杀二公，二公惨死都是司马玮私心作祟。邹于藩是个神奇的象征物，上面是圣兽邹鱼，白毛黑纹，长相很像雪豹。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邹鱼就是大熊猫。此番犹如皇帝亲临，见此番者必须原地停止任何行动，等候通知。顷刻之间，晋军四散而逃，偌大的一个宅邸只剩下一个14岁的小农没逃走，陪在怔怔发呆的司马玮旁边一同被捕。最后司马玮被押赴刑场处决。行刑前，司马玮拿出那份让他废除二公的诏书给监斩官们看，泣不成声地说道：我是受诏而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为什么最终会沦得这么个下场？我的身体是先帝给的，如今却遭受不白之冤，以至于身首异处，皇天厚土，能看到吗？随后司马玮斩首，同党被夷三族。但实际上司马玮死的冤枉吗？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冤。贾南风给的诏书只是废除二公，从来没说过要杀人。2个辅政级别的干部，轮得到你一个卫戍区的团长动手吗？国家有关部门审理宣判了吗？皇帝皇后最终给这一事件定性了吗？杀人之前司马玮有没有给上级汇报请示过呢？都没有。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冲动的年轻人，被贾南风给当枪使了，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不过还是要对司马玮的罹难抱有惋惜。整个八王之乱当中，只有司马玮和司马懿是真的想要为朝廷和傻皇帝做点什么。虽然他们的方式方法有很大问题，但是出发点也许真的不是为了夺权和作乱。可惜啊，从反杨俊开始的一系列政变，发展到最后，贾南风成了最终摘到果实的那个人。说起来，贾南风虽然残酷狠辣，但是政治斗争的手段确实得到了他老爹贾充的真传，真的有两下子。当初魏冠的女儿差点代替了自己成为皇后，魏冠还几次暗示先皇要废掉自己老公司马衷的太子之位。贾家和魏家的矛盾不可谓不深，而司马亮在先帝刚去世时，贾南风就试图联合过，就被他无情拒绝了。面对这2个有着不小隔阂的人物，贾南风竟然能够忍下成见，把他们推举到辅政高位，并且促成司马亮、魏冠、司马玮的火并局势，不可谓没手段。辅政大臣杨俊是贾南风幕后谋划诛杀的，宗师、辅政大臣司马亮、太保、录尚书事魏冠是贾南风先给他们拉到高位，随即借司马玮之手火并除掉的。而脏手套司马玮在帮贾南风除掉了所有敌人之后，皇后却仅用了一封诏书就轻松实现了反攻倒算。从此大晋朝廷彻底落入了贾南风手中。我们总结一下，八王之乱是一个长达10几年的政权大动荡。在第一阶段，2位宗室王司马亮、司马玮先后毁灭于首都洛阳进攻中政变。螳螂捕蝉式的连续政变之后，西晋朝廷中央在自从齐王出阵以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之中，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平稳的时代。大晋朝廷迎来了难得的10年安稳，这也是西晋免于自爆、免遭毁于胡人之手的最后一次机会。大晋的各项改革都需要马上开展，尤其是胡人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此外，开国功臣的衰亡导致干部部队青黄不接，晋军方面的意见越来越成为左右政权的一股力量。凡此种种，整个晋朝急需一次大的调整。而执掌江山的贾南风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最后我们再来一个阴暗小故事。辅政录尚书事太子太保的魏冠在政变的当晚试图向晋军方面解释一番，但是好巧不巧，当晚行动的晋军中有一个小干事荣惠，当年曾经被魏冠申斥谴责过。荣惠抓住今晚这个机会公报私仇，当场斩杀了魏冠和他的子孙9人。冤啊，惨啊！不过我们需要回忆一下30年前的故事。当初穷苦人家的孩子邓艾只是在平蜀之后装腔作势，喜欢装叉，就被真正的2代子弟钟会污蔑谋反，扔到了囚车里。而参与污蔑邓艾的人中就有魏冠。后来真想谋反的钟会
伏法被杀。这时候理应恢复邓艾的名誉，或者把他发送到京师审问吧。但是魏冠并没有，为了报一己私仇，选择趁乱直接杀死邓艾，还在上书给朝廷的文件当中说邓艾和钟会是一丘之貉，共同谋反。结果邓艾的儿子全部被杀，女子全部发配到西域为奴。邓艾冤不冤？惨不惨？你说魏冠和邓艾的结局怎么就这么像呢？